你好，越来越 outrageous 了，广告直接打在这儿了。OK，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话题呢，是说来大马，喜欢大马，为什么和你有钱没钱，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从一个事件说起，今天啊，你还可以听到3个故事，这3个故事呢都是我们亲身经历的，你听听看这个故事背后啊，代表了我们的一些思考，最后我们还得出了一个结论。那么先从这个事情说起，王太是告诉我了一个观众留言，你说说看吧，他们是怎么说的啊？那位观众，就是在我们那一集来大马的5个破防时刻嘛，那一集下面有一些声音就是说，你们之所以觉得上海不好，是因为你们没钱，然后你们没钱呢，来马来西亚进行降维生活。然后就觉得马来西亚一切都很好。如果你有钱的话，你是不会喜欢这种他们用的这些词是什么未开发地区、什么三流世界啊，就类似于这样的话。露骨啊，这么是不给情面是吧？然后我看到非常惊讶。其实呢，这个观众这样来说，你看，使得我们有1-2天时间的思考，也把这个问题啊想得比较明白了。我觉得呢，你要说一定啊，你如果身无分文啊，或者你只够每天和下一周吃饭，那你说你能够到国外生活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也要问一下王太啊，比如说啊，我们有用不完的钱啊，几辈子用不完的钱，那就从去哪里、喜欢哪里，回到我们今天这个问题，你会怎么样选呢？这个地方？我想可能还会是马来西亚吧，可能只不过我们会住一个独栋的这个房子，对，然后可能换更好的车。但是对我来讲的话，现在的生活并没有因为钱而困扰，或者说紧巴巴的在马来西亚过呀。这个你就讲回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了，因为很多事情你会发现，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是你能生活的程度，钱花的多和少，对我们获得幸福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是吧？而且啊，我也想告诉这个观众，我们实际上为了生活在马来西亚，也放弃了可以生活在更好的地方主动放弃的，付了很多钱放弃的。是的。今天啊，就要来讲几个故事，来说明为什么我们更喜欢生活在大马。您听听看，和有没有钱有没有关系啊？第一个呢，是一个快递的故事，这个就发生在前几天，是我们和OKOK的顾客之间发生的故事。我请王太来告诉大家一下这个故事吧。这个故事就我们有个我们OKOK的客户发冷链物流，用的是宁家问，又让我们失望了。又让我们失望了，而且我感觉非常抱歉。这个顾客收到冷链物流的时候，他就第一时间跟我讲说，发现宁家问并没有用他们公司统一的冷冻车，是一辆私家车，而且这个私家车可能是车上也没有什么冷冻设备，因此我们的泡沫箱冷冻好的东西过去收到已经感觉有软软的了。我一听就是非常的惊讶，我觉得很神奇，这个服务真的是特别的不好嘛，所以我就跟顾客提了一个请求，我说是否可以麻烦您拍一下照片给我，就说这个问题非常非常严重，就是瑕疵服务嘛。我要去宁家问去投诉。这个顾客就跟我讲说不要去投诉了，他说司机也是打工人，他们也赚不了什么钱。总之呢，他就是不愿意拍照片给我，我答应好了不愿意。我昨天听你跟我讲这个顾客这样的选择的时候，我感觉你还是有点很激动的，很非常感慨这个事情的。是我其实挺纠结的，一方面我是在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让我们改进这个服务当中的不足嘛。我觉得像投诉之后，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原因。我也在想，是不是可以给到顾客一些这个补偿，或者说其他的，我们给他再寄一次之类的方案。但是这个顾客的他的回复，突然之间就让我意识到说，就在马来西亚。一般人普通人我觉得他们心里面就有一种很宽容的这样一个想法，或者说他想的是更深的一步。这个投诉之后我能 get 到的并不是那么重要，而是有些人他会失去一些什么。这个你告诉我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你看我11月份回到上海的时候，有个京东快递把我的东西也丢了，对吧？我让别人赔1半就好了我觉得我自己做的已经不错了，我还跟大家来分享。你看我也很难做到。然后我们平时因为宁家问以前也有过这种掉链子的行为，对吧？我们也让他说那你就照正常，我们还买了保险的，让他们赔给我们来
让我们的顾客得到一个补偿，我们自己觉得说，哎，这样会多一个机会，可以重新争取回顾客，觉得做得很好。哎，没有想到顾客他的想法反而要比我们的这些有过计算的商业的这个逻辑和我们想给顾客这种善意背后，他做的还要好，还要高。他干脆就是让自己就受损了。他第一想到就说，人家是什么不容易的，这个送快递，对吧？昨天跟你感慨嘛，我说我们是属于斤斤计较的富有，然后马来西亚是属于并不是那么富有的一种宽容大度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心态是很难得的。就是说另外一个角度，就他的这种宽宏大量、宽容大度，不一定说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是才能够做到，对吧？对，他觉得我力所能及的，只要把我的善意给一些别人，他就会这样去做。对，他再三跟我说，我只是跟你分享今天收获的这样一个情况，并不是想要得到什么赔偿啊，或者说你要去投诉之类的。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感动。你看，这个不单单是针对我们，说明他平时都是这样做事的。在这个视频里面，我也真的要真心感谢这样的一位观众。对，我们这位顾客叫 Catherine， 对 Catherine， 下回到我们店里来吃东西哈，我们会给你。我们给你们加几个鸡腿，我们也以情相待嘛，去回馈。这是第一个故事，哎，你听到了吗？和钱的关系怎么样呢？那么第二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中国的，是我们这次回乡的时候坐的一辆出租车上面碰到的。我跟王太照例，我们打车又跟司机攀谈起来。这又是一辆和我们在大马看到一样的，是难得的、少见的这个非常干净的一辆车，使得我们很有一种欲望跟司机交流。谁知道呢？一聊之下，这司机是谁呀？他经历过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啊？让我们也是大开眼界啊！王太，你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这个司机他一个什么样的过往？这个司机以前也是一个建筑业的小老板，应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从农村然后在大城市闯荡之后，小有一番成就的一个小老板。但是因为疫情之后，中国的房地产业的这样一个问题困境，所以他说做不下去了。而且50几岁的男人，他认为说跑遍了北上广深几个大城市之后，发现他只有2条路，要么送外卖，要么开出滴滴专车，也就是快车。但是送外卖的话呢，对自己体力的要求他也跟不上，更高一点。对，那他选择就开车吧。对，但他还是以做老板的这个心态，就是把车都打理得干干净净。我以前做建筑的，我做了30年的建筑。师傅，恕我这样，我觉得你听上去是很儒雅的，然后表达也是很那个。是做管理的以前。我以前在别人的眼中就是一个小老板。哎呦，那怎么会来做这一行？没办法了，没法做了呀！现在的那个建筑不好。那我们就说，那您肯定是做得很好吧？有没有碰到过一些什么样顾客的事情？谁知道他就告诉我们说他碰到的奇葩的事情，对吧？是这个其中有一个故事，我们在 community 里面也给大家分享过，就是他告诉我们有一个顾客上来赞扬了他的车非常的干净，然后空气很清新。那应该是好事啊。话锋一转又说，但我还是要投诉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为了5块钱人民币，也就是3块2，怎么说？3块2令吉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券，对。为什么为了3块的优惠券，人家反而要投诉他呢？因为可能最近打车平台正在整治这个车内环境，所以对于这种所谓的车内空气质量不佳的投诉是不予以核查，直接会给顾客一张5块钱人民币，就是3块几令吉的一个优惠券之后，然后处罚司机。反正那天我经历了那个美女她说的那个事，实际上在我的认知，其实我还是很纠结，我是应该感激她呢，我还是应该去憎恨啊，或者怎么样呢？有没有可以反投诉顾客的？有没有？但是没用啊。有，但是没用。我如果是你的话，我可能就要投诉一下，我要给他一个教训。因为当时他确实他说出来了他的真实想法，他的意图，至少让我知道我自己是怎么死的。你这是，我觉得这个是对你的伤害，你知道吗？对一个没有做错任何事情的人，就这样搞一下的话，我们是这样想的，就好像他很得意，但是师傅是正向的，他的想法就是说，他还告诉我了，我还有所准备，我所知道。我是不明白这种人的心理是什么，为了5块钱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做人的这个，我觉得这最基本的，我们说诚实诚信可以出卖掉，5块钱就值5块钱。他又连续讲了其他一些奇葩案例。我真的觉得这个事情只能说是情理之中，然后意料之中。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们以前过去成长的环境当中觉得再常见也不过的一些反馈了。
是一个起步架，一个小姑娘，然后呢就转错了一个路口，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说美女，我走错路了，我会提前给你结束行程。当时那个美女就问，她说你要绕多远？我大约1公里，1公里就算了呀，也没有多少钱。1公里有多少钱？然后当时刚好我车上也有那个零钱，然后下车以后，下车的时候我说我给你5块钱，绕了1公里，算是给你补偿了。不要了，7块钱就不要拿了。哎呀，拿什么？不要讲了。哎呀，下车可能不到10分钟，投诉来了，绕路了。然后那个月我真的是很惨，那真的是生无可恋了。哎呀，影响这么大哦。平时像没有投诉的时候，我的流水大概在1.9、2万左右。但是接到那个投诉以后，那个月跑了13000块。差这么多。相差几千块。就是平台给你的那个订单可能也是差了。对。第二次就是一个在上海拉了一个可能40来岁吧，一个中年妇女。上车以后，她跟我是这么说的。哎呀，我坐人家的车，人家都是穿制服的，戴白手套的，还要给我开车门的，就是上车以后还要给我饮料喝的。那是尊享，专车，尊享，然后尊享然后我专车之类我很有礼貌的跟他说，我说太太，你有可能打错了车吧？没有啊，你这个不是7916吗？我7916不讲，你应该去打专车，对，或者是商务车，他们有那个服务。对的。我说你打的是特惠快车，最便宜的了，没有比他更便宜的了。然后他就在后面一直骂呀，一直骂。自尊心受损，骂得很难听。当然你骂了就骂了吧，反正我们服务行业也无所谓，不怕你就完了。但是后来他说了一句话伤到我了，我受不了了。是吗？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本来我们上海好好的呀，就是被你们这些乡下人搞坏了。这个是蛮传统的上海人。然后我生气了，我这点心不强。是，这歧视啊！我怎么就把上海搞坏了？然后我马上就是采取，我说你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安全驾驶，请你下车，我这个车不欢迎你。然后马上车靠边，然后他不下去，不下去，我下去把车门打开，我请你下车，我这个车不欢迎你。师傅，你做的很得体啊，我觉得。然后他下去，哎呀，我要投诉你。对，所以我想一想，这样的事情在马来西亚应该是不会发生的吧？我们可以花钱打车，还打了一个蛮好的车。但你看，如果我们像这个乘客一样去对待这个司机，那和有钱没钱又没有太大的关联了，是啊，对吧？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就是不要人与人之间这么紧张的关系。我记得我们刚来大马的时候，做了很多的节目，就感受到大马人的善良，分享过好多这样的事情。我们也说了，我们感受到的关键是这种关系让我们舒服。你以前还说在上海感觉到人人都是 poker face， 你还记得吗？有一集里面说，你看这马来西亚就对比我们那个顾客，他是面对瑕疵服务的时候，他想到的是送货司机个人可能会遭受很厉害的这个处罚，他宁愿自己就吃尽了，对吧？而我们在这个上海的这个案例，你会看到为了5块钱人民币，为了1块几的人民币的差额，2个顾客会选择昧着自己的良心去投诉，对，要把人家就是痛打落水狗这样的一个行为，真的你觉得很心寒，但是你又很唏嘘，所以对我来讲是很珍惜在马来西亚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交往。我想要强调一下，就我们不是用这个来比较说中国人就怎么样，马来西亚人就怎么讲。大家知道我从来不喜欢用贴标签的方法来一棒子打死很多人，或者说用这个东西得出什么判断。但是当我们在分析的时候，确实我们可以做出选择，我们什么样的环境生活得更加舒服，我们喜欢大马的原因是什么，你应该听得出来。我不知道你听到这里，你是否还觉得跟钱有关系呢？跟这个穷不穷，这个什么国家好不好，有些什么关系呢？那么接下来就要讲到第3个故事了。第3个故事呢，也是在一个交通工具是叫一辆救护车，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交通工具。它发生的地点是在中国的广西。我们大马回中国呢，先去那边旅行嘛，前面几天应该说吃喝玩乐都是挺舒服的，对吧？是的，那边让我看到南方中国和大马很像的一些菜肴
哪怕大家说话的口音啊，对，甚至对吧？我们人也是很淳朴的，刹那间好像觉得很好，对吧？感觉跟马来西亚的那个气质是有点相近的。对，当时其实也是跟你一样啊，就你在你问我那句话之前，我也觉得这里生活挺舒服的，更新了我的思想。中国不是每个地方都是上海，都是北京，有些地方你看那里人也是一锅一锅菜炒，生活也是有自己的休息，心态也比较好，跟人也比较和善。我也觉得哇，这每个地方不一样，我们不要戴着有色眼镜，一个地方就看死了一片地方。其实你先问了我一句话，你记得吧？我记得我说，如果让你选择在广西，我们生活在南宁或者养老退休了，对吧？养老退休，你愿意吗？是不是挺好？因为这两天体验都挺好吗？立刻马上说我不愿意，我不愿意，但是我还没找到理由，我知道是什么，我没找到一个可以说服你的理由。第二天我们就离开广西，要回到上海，回到家乡了，对吧？在出租车上面发生一件事情，我跟你说呢，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还是大马好，我不可能想要留在广西的原因。那是什么事情呢？就我们坐在出租车上去到机场，这个时候啊，我听到滴嘟滴嘟这个声音就响起来了。打开出租车的车窗一看，后面在我的右侧道的后面有一辆救护车。对，应该说这个滴嘟滴嘟的声音在我们耳边盘旋了很长时间，而且从声音源判断是停在一个位置很久了，我们觉得很纳闷，因为当时在车上是堵着的，对，是塞车。上不是应该那个救护车应该是优先通行的吗？怎么会堵那么长时间还不开掉？跟我们一样等红灯。看啊，我讲的还透露出一个其他的信息，在我的右侧，中国是右侧驾驶，其实它就是在慢车道上，就它没有行驶到快车道上去超过。救护车灯的声音是打开的，那就说明他正好在急救，在救人，对吧？我打开窗，我看到了什么呢？我看到确实整个车队长龙，在我的右侧也是排着长龙，大家都堵着不怎么动，但是前面在那个救护车前面的司机听到了这个声音，他们也无动于衷。是的，有些人开的窗透风，手就架在这儿，或者是抽着烟，无动于衷。这时候呢，因为我是大马回来的，我怕你忍不住把我们的车窗摇下来。对，我就这样挥手，我说让开，让一下别人，对不对？对。那么有一辆车终于动了，就那辆救护车才从旁边走过去了。是的。那么这种事情，是不是就发生在广西呢？对，我们还说可能是不是因为毕竟是所谓的3、4线的城市，可能大家的素质不一样。那么你看，我们家门口就有一条上海的主干道，非常重要的、很长的一条主干道。对。那么不幸的是，这条主干道上还有一个很大的医院。对。所以经常就有救护车开过。我有一天出去办事情的时候，我就拍到了一样的，他也是上高架的时候就堵在那里。在大马呢，就完全情形不同了。是我记得那天你就回来很 frustrated，就非常沮丧的说，这个事情在上海也发生了。对，也发生了，我知道的，肯定会发生。我只是要抓住这个机会把它给拍下来。那你看，在马来西亚，我以前还拍过短视频，我说你看大家都主动的打方向盘，两边形成了像花一样的斜45度，然后中间就让救护车开过。我以前做短视频的时候，我记得有个观众还评论说，这不是很正常的吗？对吧？是啊，我也知道这很正常，但是你要知道，对我们心里亲眼看到还是有冲击的，是的，所以我们要把它给记录下来，很大的触动。对，在出租车上的时候，虽然司机不懂我们在讲什么，但当时我就跟你说了，我说你看，这就是我说广西不适合我生活的，这就是我觉得为什么还是大马好的原因。对，是的。为什么大家就不愿意动手、动方向盘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是不是因为觉得说，我动了也不能保证别人动，所以我做这个事情，我干嘛烦恼我自己，然后做一个徒劳的事情？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集体无意识啦，这个相对冷漠啦，缺乏这个从小的一些训练啊，看到的这个 example 比较少啦，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原因，但是呢，现实就是这个现实。我就想到小时候学那个课文，鲁迅他说的那个叫中国人就是不为最先，不耻最后，会不会也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从众心态，让我们没有勇敢的去做出人性里面本真应该去做的这些事情？
但是这就是可悲的地方。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勇敢的去做应当是正确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忌惮？好，那么我又要来敲打这个问题，您再听听看，这个跟钱多钱少有关系吗？我们可以比方说在北京，在上海，你是大富豪，你住 penthouse 啊，你可以上亿的，你可以开豪车几千万的，但是你上了路，你会不会也是一样被这样对待呢？你会不会也碰到很命的人，或者你对别人很命呢？你会不会在收到快递的时候放别人一马呢？有没有关系呢？对吧？就在你吃饱喝足的情况下，我看起来这些跟钱就是我们讲的没有关系。当然，这也解释了我们喜欢生活在大马的原因，就是这个。我们也曾经有很烧包的高收入、高消费的这个生活，然后从现在来看呢，我们主动选择这样一个返璞归真的生活，然后选择来一个人情味非常充足的地方来滋养我们的生活。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福分，非常的幸运。我也想告诉这个观众啊，就是你可能说啊，那是因为你们住的酒店不好，你买的房子地段不好。我觉得你说的都对啊，但这是我们主动选择的一个结果。我觉得还是要回到以前一个观众的留言，不好意思，我把名字忘了，他是引用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就是类似于说你在一个充满兰花香气的房间里面待久了，你就闻不到这个兰花的味道了。因为他用这句话是说他在马来西亚也是生活了几年之后，他再回到中国去做一些事之后，人家会对他竖起大拇指，会觉得他素质很高，但是他觉得他只是做了在马来西亚人人都会做的一些事情。我想对我们也是3年多的这样一个浸染之后，有很多事情我们第一反应已经和之前在上海生活时候不一样了。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改变，而且我也愿意把这个事情，就是以我的能力，可能以后回到上海探亲的时候，我也会要告诉我身边的亲朋好友，我们告诉他们这件事情我们不应该那样做，我们应该以这样去做。我的能力呢是钱啊，只会给到你基本的物质的保证，这个是重要的。但是呢，你也不要因为钱而束缚了自己精神的自由啊！你做人那些语气词、感叹词，很开心、很舒适啊，能获得这些方面的自由，那个对我们来讲，至少是更加重要。20秒钟了啊！过年了，给自己，然后给自己关心的人，甚至是今年的年夜饭上面可以偷个懒的话，大家可以选择我们欧卡欧卡。而且你吃腻了，感到很油腻了，你想要能够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吃一点好的，又很方便的，不需要下厨，挥汗如雨，几分钟就能准备好。来，王太还做了很多的视频，对，接下来分享给大家。我们也希望这个东西可以帮助到大家。对，冰箱里面囤几包就可以安乐的过上几天。好，那我们下次再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拜拜拜。